由日本新首相，就是那位輕狂女高市早苗挑起的中日爭端，讓中國終於抓住了一個好時機來校勝日本，以及一舉解決台灣問題。或許這是徹底清算日本罪行的一個契機。今天咱們來看看德國媒體對此事的報道以及網民評論。請大家記住，德國、日本是穿同一條褲子的軸心，而且德國從政客、媒體到普通人基本都是支持台獨的，所以傾向性非常明顯。首先，咱們看看德國焦點新聞的報道。因涉台言論引發局勢升級，必將採取斷然措施。中國進入日本水域並發出嚴厲威脅。中國海警進入日本海域，中方明確表態，任何挑釁行為都將遭到堅決反制。事態起因是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錯誤言行，東京方面已提出強烈抗議，中日緊張局勢急劇升級。周日，中國海警艦艇編隊進入了日本實際控制的尖閣諸島海域，中方稱釣魚島。中方將此行定義為維權巡航，這將無疑加劇了本已緊張的中日衝突。因日本涉台言論導致中日局勢升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國會表態，稱中國大陸若對台動武，可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並表示在這一最壞情況下，東京方面不排除採取軍事應對的可能性。此番言論成為本次危機的直接導火索。針對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最新表態，北京方面做出了憤怒的回應，通過嚴正警告和外交途徑施加壓力。咱們看配圖。位於東海的日本實際控制的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該無人居住的群島是日本、中國以及台灣之間領土爭議的對象。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關於斷然採取措施的表態。中國駐大阪總領事就高市早苗相關言論表明嚴正立場，強調對於任何企圖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徑，必將採取堅決措施予以應對。中方明確指出，任何試圖挑戰中國核心利益的行為都將遭到徹底失敗。東京方面強烈抗議這些極其不當的言論，並召見了中國大使。中國方面隨後召見了日本大使，這是2年來首次召見日本大使，要求日本立即撤回高市的言論。北京外交部宣布，台灣是不可侵犯的紅線，並威脅說，任何膽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國統一進程的人，中國必將予以嚴厲報復。北京採取軍事壓力與旅遊警示雙軌施壓，外交爭端持續延燒之際，軍事行動同步展開。台灣國防部通報，過去24小時內偵測到30架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機以及7艘海軍艦艇在台海周邊活動。與此同時，北京進一步加大對日本經濟社會層面的施壓力度。中國發布赴日旅遊安全提醒，指出當前日本境內存在對中國公民構成顯著人身安全的潛在風險。多家航空公司隨即推出赴日航班免費退改政策。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誠司回應稱，此類警示無助於構建戰略互惠的雙邊關係。專家分析中國的真實嘴臉。專家解讀稱，中國近期行動體現了其全球權力主張的轉變。科隆大學政治學家托馬斯·耶格爾評論道，許多德國人仍將中國視為過去自由主義全球化時期那個友善的國家，但他在對日本態度中展示了真實立場。朋友們，咱們看看这裡有個網上民調，民調的問題是，德國是否應進一步加強與日本的合作？我們看結果。高達91%的德國人說要加強與日本的合作。好的，朋友們，現在我們來看看德國或者說德語區的網民評論吧。再提醒一次，考慮到德國與日本屬於軸心國關係，又加上德國一直在明裡暗裡支持台灣獨立，所以接下來評論區可能會引起一些人的不適，但這就是德國人的真實想法。大部分德國人絕對是希望日本比中國強大，也希望看到台灣獨立的。好，看第一條評論。
中國人才是這個世界真正的侵略者，幾乎在所有領域都是如此。繼續往下，這已經是北約的防禦方案了嗎？中國會先解放台灣，然後再解放日本嗎？再往下，我在油管上看到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聲明，帶翻譯的啊。我的第一個想法是，哇，這真是一個直接的威脅。這完全不符合中國領導層如此直接行事的風格，可能幕後發生的事情比我們目前看到的要多得多。下一則，中國在經濟和軍事領域對世界統治地位的追求，如今應已為眾人所知。繼續往下，歐洲可以針對相同的局勢和挑戰進行調整。中國看到歐洲與美國談判時表現不佳且弱勢，中國將施加壓力，屆時歐洲傳統的分歧將再次顯現。再往下，中國正在成為新的世界強權，未能認識到這一點的人是盲目的，但中國不應陷入自大狂妄，因為戰爭只會帶來輸家。下一則，這是日本版的貝爾伯克嗎？總是先說話後思考。朋友們，這裡指這個日本新首相啊，是日本版的貝爾伯克。貝爾伯克就是德國的前外長，就是那位無頭無腦的非常蠢的德國360度外長。好，繼續往下。確實，人們可以對中國、俄羅斯或美國感到氣憤，並堅持某種國際法準則，但歸根結底，起作用的仍然是那種原始的強權即公理法則，無論是經濟上、軍事上，還是兩者兼而有之。自冷戰以來，這一點並未改變，唯一的不同在於，如今中國也擁有了發言權。再往下，如果日本遭到攻擊，北約的條款就會觸發，那麼世界就完蛋了。也許這樣更好，沒有人類，地球反而會更健康。看跟貼，我倒不太相信這一點，因為日本至少據我所知，並不是北約成員國。下一則，日本人最好對中方保持極為克制和謙卑的態度。日本在佔領中國大片領土期間所犯下的罪行，永遠不會被寬恕。好，看跟貼，戰爭已經過去80年了。但正因為像你們這樣的人總是活在過去，和平才永遠無法實現。只要你們不斷在歷史中翻舊賬，就總會有未結的恩怨。如果中國入侵日本，就能彌補當年日本的戰爭罪行嗎？報復日本又能帶來什麼？只會帶來新的苦難。繼續往下，如果我是南太平洋某國的總統，我會不惜一切代價設法獲得核武器。這將是防止中國產生愚蠢念頭的最好保障。中國害怕一場代價高昂的戰爭，但一旦時機有利，他們很可能會發動攻擊。中國聲稱對整個南海擁有主權，並要求所有其他沿海國家服從中國的霸權地位。下一則，因此，對所有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徵收400%的關稅，並終止所有合作。也不允許中國公司用其任意印制的貶值貨幣在我們這裡大肆採購，以竊取技術，隨後再以傾銷產品回流我們的市場。看跟貼，我們非常有必要盡可能抵制中國產品，直至北京採取和平與合作的政策。好，看另一條跟貼，依賴程度已經太高了，用這種關稅只會讓我們的工業走向衰亡。從宏觀經濟層面來看，這簡直是明目張膽的自殺。再往下，中國人也清楚世界正在發生什麼，強權即公理，國際法、判決、道德或其他任何東西都無濟於事。他們也清楚，我們心裡明白這一點。美國根本奈何不了中國，在經濟上也不存在任何國家能與中國的實力抗衡。再往下，全球化及其背後的全球主義者通過分工使美國和德國變窮，而中國變富。下一則，
我們曾通過開展相關貿易幫助中國崛起，此類貿易應盡可能加以限制。繼續往下，這不就是照搬嗎？他們也可以派一艘航空母艦，而不是海警隊，再像更遠地方的某國那樣懸賞捉拿目標。再往下，1982年也曾因福克蘭群島爆發過一場戰爭。這類毫無意義的戰爭總是表明，發動攻擊的一方往往缺乏智慧與理智。俄羅斯的情況也是如此。台灣是一個運行良好的自治實體，中國應當三思而後行，是否真的要以獨裁手段將這一切徹底摧毀？再往下，中國人和俄羅斯人都是可悲的蠢貨。下一則。中國本可以積極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遵守國際法和應對氣候變化，卻日益在全球採取更具侵略性的姿態，公然追求更大的主導權和控制力。它錯失了成為美國與俄羅斯之外一個和平、可信且可預期的替代力量的機會，令人遺憾。下一則，這其實怪我們自己。我們可是把我們自己全部的高科技都白白送給了中國人。繼續往下，要保衛台灣，首先應承認其獨立國家地位，儘管這本身並非障礙，畢竟已有科索沃的先例，但中國畢竟不是塞爾維亞。繼續往下，中國將成為我們的下一個問題。這個自稱第三世界國家，這是中國自己的說法，對我們構成了威脅。德國眼裡只看到廉價的拼多多和便宜的電動車，卻忽視了中國想要的遠不止於此。但我們寧願繼續昏睡下去。再往下，這不過是局勢升級前的虛張聲勢罷了。中國遲早會吞併台灣，很可能比人們預期的更早。我也確信，這一切在某些國家之間早已暗中達成了默契。中國掌控着南海及其沿岸國家，特朗普則在南美洲大肆擴張勢力，而普京不僅可以對付烏克蘭，還能騰出手來攪動整個歐洲。三個強權正在世界上肆意橫行，而我們所有人卻對此聽之任之。好，各位，接着我們來看看德國《世界報》的網民評論。該報道使用的標題比前面我們看到的焦點新聞稍微中立一些。焦點新聞說中國海警侵入日本領海釣魚島海域，而德國《世界報》使用的標題則為中國海警船進入日本實際控制島嶼周邊海域。下面我們看評論。第一條評論：中國越來越大膽妄為，是因為他察覺到西方毫無反擊之力。看跟貼。北京屢屢挑起事端，在南海、台灣海峽以及上述島嶼周邊，不斷以咄咄逼人的姿態推進其領土主張。繼續往下，日本為何管理這些島嶼？它依據什麼授權？這些島嶼真正屬於誰呢？看跟貼。這無關緊要，關鍵是要向中國明確劃清界線。到此為止，絕不容再進一步。好，朋友們，我說說啊，你們看，這就是有些德國人的雙標嘴臉。再往下，對日本而言，擁有核武器是別無選擇的。再往下，不能總是縮着頭，否則下一個就輪到自己。況且，現在似乎是向中國劃清界限的有利時機，因此高市早苗的做法是正確的。存在對中國公民在日人身安全與生命構成了重大風險，因此中國外交部及駐日領事館已強烈建議中國公民近期不要前往日本。日本人完全可以承受這一點，畢竟中國人向來是其中最無理的遊客之一。下一則，中國幅員遼闊，但它的自尊心遠比國土更龐大，這預示着未來難有善國。日本在威懾方面仍有不少功課要做，而從根本上來說，回避核武器並無出路。
儘管這類武器本身極其惡劣。繼續往下，我不知道這能否實現，但我完全希望一旦發生由中國挑起的軍事衝突，並以對挑釁者造成嚴重打擊告終，讓中國人明白他們並非世界的主宰，對方也絕非可被恐嚇的對象。再往下，是時候讓誰好好教訓一下這些共產主義佔領者了。下一則，正如當年歐根親王教訓奧斯曼土耳其人一樣，如今西方也該給中國人一點顏色看看，我們最大的敵人就是中國。繼續往下，中國正在維持高度緊張態勢，顯然在制造一個借口，以便全力出擊。看跟貼，多年來，中國國家宣傳已明確宣稱，到2027年，台灣將置於共產主義政權管轄之下。我認為冬季就會動手，普京進軍波羅的海，中國入侵台灣，而西方則像一群被驚散的雞群四處亂竄。下一則，中國一再公開威脅以武力吞併台灣，在其他國家的主權海域頻繁進行軍事挑釁，卻將日本謹慎暗示若中國武力攻台將支持台灣視為挑釁。我永遠無法理解獨裁體制的邏輯。下一則，我不願提及歷史類比，但它一再浮現。中國是該地區的明確破壞者，一旦吞併台灣，其擴張在太平洋上只會繼續。難道真有人相信共產主義中國那時就會滿足嗎？這一地區曾有過類似的擴張野心，而結局對人民而言無比慘烈。德國知識點評：為何這位網民不敢或不願提及日本這個名字呢？再往下，這篇文章對中國回應日本新首相挑釁的行為做出了相對中立的報道。本就應如此，台灣同樣不屬於日本。了解該地區的歷史及其曾遭受的傷害，就不會對中國的反應感到意外。在此問題上不加思索地站隊日本，不符合我們的利益。這種言論會危及本國的安全。我相信很少有亞洲國家會指望日本作為他們的保護者。跟貼，顯然，任何不願默許對台灣發動殘酷軍事入侵的人，都是在挑釁他。就連警察巡邏也被視為對犯罪分子的挑釁。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不是那個實行共產主義獨裁統治、不人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自由的中華民國。顯然，北京現在也開始使用網絡水軍了。下一則，中國、俄羅斯與朝鮮結盟，正不斷展示武力，頻頻挑起挑釁。或許他們該停止這種行為。面對一個團結的西方，他們長遠來看無法取得任何實際成果。好的，朋友們，最後看看德國《時代報》的網民評論。該報道使用的標題為“中國海警船駛入釣魚島海域維權”，維權它用的是引號。中國海警船為執行維權行為，穿越了日本控制的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周邊海域。這一事件加劇了中日之間的緊張關係。咱們看評論，在德國竟然沒有人質疑二戰侵略者日本造成3000萬中國人傷亡，如今卻在二戰結束80周年之際，將日本的軍事選項引入中國大陸和台灣，當前仍稱為中華民國之間的爭端，這在道德上是否可接受？日本不是殖民佔領台灣長達52年，也是造成中國台灣分裂的原因之一嗎？對日開戰大概是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會支持的戰爭。我無法想象德國會向以色列提出軍事選項，這完全可以理解。順便說一句，像所有民粹主義者一樣，高市早苗這個女人什麼都試過，這次試圖挑釁中國，結果不太理想，所以她又想用別的手段來獲得加分，這是民粹主義者的常用伎倆。昨天日本重新啟用了二戰後被廢除的軍銜上校，典型的右翼民粹主義政治。但當日本的右翼民粹主義想要正常化國家，
最終建立一支功能齊全的軍隊時，中國並非真正的對手，而只是一個借口。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假想的威脅是必不可少的，真正的對手、真正的障礙是美國。但似乎幾乎沒有人關心這些。好的，朋友們，對於這麼理智的評論，其他德國人又怎麼想呢？我們看這條跟帖，上面幾乎無人關注，是因為他片面地將日本描繪成侵略者，而完全忽視了中國在區域緊張局勢中的角色。那麼誰還會對此在乎呢？繼續往下，中國的外交官一向像一群瘋狗般狂吠，民族沙文主義取代了政治選擇的自由。再往下，這是有趣的戰略，指責別人挑釁，自己卻派出軍艦和戰機，還讓外交官威脅對方的首相要砍下他的頭，這是個怎樣的虛偽政權？下一則，中國指望某個日本政客一時失策按下撤退按鈕，好借此高呼出擊。日本自衛隊尚在重建之中。過去永久和平的教條正導致這一局面，而這教條去年才被正式廢除，因為日本人終於意識到水鏡在某些人眼中不過是幺五的信號。這讓人想起了什麼？下一則，手法和俄羅斯如出一轍，多年污名化對手，煽動本國民意，接着試探，然後動手。誰若以為俄羅斯是唯一問題，只需看看中國，近20年來持續大規模擴軍備戰，而德國仍空談減少依賴，這不就是疫情期間的老調重彈嗎？自那以後有何改變呢？本個用於基礎設施的5000億歐元，非但沒有真正投入基建，反而從中另設機構挪用資金，一拖再拖。繼續往下，事實上，美國當前對委內瑞拉的做法，等於給中國當權者簽了一張空白支票。你們在你們的勢力範圍內為所欲為，我們也有我們的地盤，而普京卻從容旁觀，正盤算着自己的勢力範圍。再往下，我認為中國是經過深思熟慮才選擇此刻採取這些行動的。目前時機似乎對他有利。歐洲無力有效援助烏克蘭，難以推進軍備升級與反無人機防禦，道德勇氣持續退縮。美國仍依賴中國的稀土礦物，印度在烏克蘭戰爭中保持旁觀，同時繼續與俄羅斯貿易，一些非洲國家也如此。於是中國悄然試探，看其他國家是否真會默不作聲。我忍不住想問，在這些權力博弈中，究竟意義何在？沒人真正需要這些島嶼，中國並不依賴台灣的物資，自身產能早已遠超所需，可為何處處充斥着戰爭威脅呢？下一則，中國針對台灣、菲律賓以及現在日本的挑釁行為正在升級，正如普京對烏克蘭、特朗普對南美所做的那樣，這無疑會誘使習近平以同樣的方式展示其軍事實力。一旦第一槍打響，這一切將以悲劇收場。繼續往下，這些島嶼屬於日本。既然中國如今表現得如此咄咄逼人，那麼為它在海上設定明確而嚴格的界限是極為正確的做法。下一則，我感到困惑的是，許多人對一個擁有龐大軍事力量的國家蓄意試探他國水域的行為反應竟如此平靜。我們談論的並非誤判或偶然事件，而是一種持續不斷測試邊界極限的刻意戰略。那些將其輕描淡寫為正常權力政治的人，應坦誠回答一個問題：這種行為究竟還能被允許走到哪一步？難道我們真的要等到事態惡化，日本、中國、台灣和美國因為幾塊礁石而兵戎相見嗎？我們看最後一條評論。該報道關於美國的表述存在偏差。拜登曾多次明確表示，若台灣遭到攻擊，美國將提供直接軍事援助，而當時並未引發中方官員如此激烈的反應。然而，
自特朗普執政以來，此類清晰承諾已不復存在。如今美國究竟會如何回應，確實存疑。或許最終會走向某種妥協性安排。但從中國的視角看，日本在台灣問題上可能構成更大的威脅。台灣問題直接觸及日本的戰略安全利益，日台之間因殖民歷史而存在深層聯繫，文化影響至今仍根深蒂固。此外，日本正大力強化其海上能力，作為對中國軍備擴張與咄咄逼人行為的回應。好的，各位，本期節目與大家分享了德媒的報道以及德語區網民的評論。過去總有些人認為是台灣網軍在評論，其實我認為這樣的可能性比較少。不能因為德語區網民使用的語氣類似台灣那些台獨分子或者那些青鳥們，但別忘了，德國與日本同為軸心國，而且德國一直是台獨的堅定支持者，所以有如此的評論就毫不奇怪了。好的，各位，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各位，我們下期見。